赌王大赛上，老公为养妹一掷千金拿下冠军，只为博美人一笑。我想着公平竞争，老公当众为继妹兜底做担保。萧琴琴，一个拿身体换项目的贱人，也配拿冠军吗？其他竞争赌徒纷纷打退堂鼓。我对着裁判笑嘻嘻道：不管对方资金多少，我都跟，并且还要比他大一毛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话音刚落，现场所有都把目光集中在我身上，对着我指指点点。她该不会是傻子吧？她跟自己的老公对赌吗？就不怕被赶出家门，流落街头吗？她该不会不知道，现在比的已经不是牌技，而是背后的资金筹码了吧？顾总就是娶了这么一位笨蛋美人啊！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谈论，顾向阳瞬时间就黑了脸，他猛地拍打了一下桌子，怒气冲冲对我嚷道：萧琴琴，我劝你当众马上认输，一个人尽可夫的贱人，还妄想跟我争！我打了个呵欠，悠哉地喝了口咖啡，我直接无视顾向阳的话，催促裁判：裁判，比赛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啊？顾向阳十分恼火，气冲冲走过来，拽住我的手：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你再不滚，我就让保镖撵你出去了。我反手推开他：第一，我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，我有钱，任性，我就要跟，我要不要继续，那是我的自由，不能把我怎么样。我警告你不要得寸进尺，如果没有我，你能进来这么高级的场合吗？真无趣！你现在就是要为你的继妹出风头了是吧？哪怕她现在这牌的局面输定了，你也要蛮不讲理维护她。这两人早就眉来眼去，但是现在他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维护这个所谓的继妹，当我死了是吗？看来今天不给他们一点教训是不行的了。萧琴琴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离开我们顾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这个赌王我早就内定是柔柔莫属，你就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。顾柔是被顾向阳用钱砸出来的流量明星，风评差得很，如果不是有顾向阳在背后撑腰，估计早被逐出娱乐圈了。现在又想帮顾柔赢得赌王，让他另辟渠道成名。萧姐姐，你还是乖乖退出吧。顾柔假惺惺地对我开口，脸上全是得意的笑容。这个萧琴琴真没用，我听说她当初可是死皮赖脸倒贴才嫁给了顾总，周围的人忍不住跟着调侃，我听着浑身难受。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我没有半点畏惧，面无表情开口说着：萧琴琴，你别不识好歹，你拿不出钱，可是要拿命来还债的。我冷笑：顾大小姐，这个你不劳烦，你费心了，钱我有的是。顾柔忍不住开始嘲笑：你有钱，你不要把向阳哥哥的钱都当成是你自己的啊！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大的笑话了，自己不挣钱，还想拿老公的钱来挥霍，对付老公。顾太太，你还是快点回家做饭，给顾总放好洗脚水吧，不然你等下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周围的人是对我幸灾乐祸的嘲笑。顾柔看到我不说话，以为我要退缩，态度更是嚣张。萧琴琴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留在这丢人现眼了，快点走吧。你让我走我就走，那我岂不是很有面子？我歪着脑袋对裁判微微一笑：本小姐不缺钱，你们要怎么赌，我都可以随时奉陪。霎时间，现场变得鸦雀无声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。萧琴琴，你今天就是要故意让我下不来台是不是？我用调皮的语气开口：是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刚说完，顾向阳就气得红着脸：哼，你给我等着瞧，
我就要看看你今天能拿出多少钱。说着，他就把面前现有的筹码全都推出去。500万！现场的人都瞪大了眼睛，台下的人都忍不住七嘴八舌讨论起来了。大家都等着看我出糗。我笑嘻嘻道：“我跟500万带你1毛。”此话一出，大家又齐刷刷地看向我。3年前，顾家走投无路，顾向阳的母亲蒋芳捐骨髓救了我的奶奶，她请求2家联谊，拯救顾氏集团。为了奶奶，我嫁了。谁知道这个男人得寸进尺，整天挖苦我，现在还为了他那所谓继妹跟我对赌。这是500万，你能拿出这么多钱吗？顾柔得意不已，假装好心对我说：“萧琴琴，这里可是赌场，你要是拿不出钱，赌场的人可能会把你卖去缅甸的。”我漫不经心开口：“顾妹妹，这不就劳烦你费心了？你说够了没有？既然你那么喜欢跟，那我就看一下你还有多少钱可以跟，我再加500万，一共1000万。”顾向阳拍了一下手掌，2个保镖拿2个箱子上来，把500万现金倒在了桌上。在座的观众都瞪大眼睛，我嘴角依旧挂着甜甜的笑容。怎么样，1000万你还跟得起吗？顾向阳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我也从包里底下掏出了一张支票，1000万，带你1毛。大家都万万没有想到我还会继续跟下去，都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我。萧琴琴，你虽然是我的妻子，但你在外消费的一切我概不承担。我还是一脸淡定。没有了顾氏集团和向阳哥哥，你就只是个一无所有的弃妇。顾柔对着我满脸的嘲讽，语气里都是嗤之以鼻。我一脸平静地看着顾柔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顾向阳这个垃圾的。萧琴琴，你是不是想死？顾向阳气得青筋都快冒出来了。我没有说错啊，顾柔她既然这么喜欢回收垃圾，那就送她好了。我的语气依旧云淡风轻。很快，现场的人都叽叽喳喳地谈论起来。我抿了口咖啡，站起来，对着众人：“大家安静一下，听说我不是觉得顾向阳是垃圾，我是觉得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他们从头到尾都是批评我、批判我，就跟个小人一样。”话音刚落，在场的人个个都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瞪着我，裁判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。这位女士，你没资格继续参与比赛，请你出去。我看向裁判，那我很想知道，我怎么就没资格继续参与比赛了呢？裁判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顾柔拿了个话筒冲过来：“萧琴琴，因为你是个垃圾，所以没资格继续比赛了，还不快点滚出去！”大人物们都露出笑容，激动地站起来鼓掌。看着顾向阳脸上得意洋洋的笑容，我忍不住在心里重重叹了一口气。看来当初帮顾氏东山再起，还真是多此一举了。萧琴琴，你现在知道向阳哥哥是多么讨厌你了吧？因为你就是个痴心妄想的小丑，顾太太这个位置只有我坐才是最合适的。说完了吗？我轻飘飘地回了他一句。顾柔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：“向阳哥哥要跟你离婚，然后娶我。”我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转头看向顾向阳：“你早就准备好了，想跟我离婚？”顾向阳嫌弃地看向我，用不耐烦的语气开口：“你一直用我母亲来牵制我，不然我早就把你赶出顾家家门了。今天这婚我是离定的了。”我淡淡地扫了他一眼：“你确定？100%确定？”顾向阳毫不犹豫开口，然后利索地从身后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。我看着递过来的离婚协议书，勾了勾嘴角，识趣点就赶紧给我把离婚协议书给签了。你这女人，多看一眼我都觉得恶心。顾向阳语气充斥着厌恶，
连正眼都不瞧我一眼。看到顾向阳这样，顾柔也十分满意地走过去，依偎在他的旁边。萧琴琴，你该不会是不舍得顾太太这个头衔吧？顾柔看我迟迟没有行动，更是咄咄逼人，想要我离婚嘛，也不是不行。只是我才说到一半，顾向阳就忍不住激动打断我：开个价吧，只要你肯离婚，其他的都不是事。萧琴琴，你早就该这样了。顾柔得意洋洋地挽着顾向阳的手臂，然后还嘲讽地开口：向阳哥哥，这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。等等，你们好像高兴得太早了。我打断两人，顾向阳马上就阴沉着脸质问我：萧琴琴，你该不会是想反悔吧？你放心，我又怎么会反悔呢？我和你离婚是一码事，但是现在赌王大赛还没结束啊，你还要继续跟我赌下去？他不可置信地反问道：赌啊？我为什么不赌啊？我对着裁判眨了眨眼，麻烦你继续派牌，既然你要自寻死路，那就不要怪我不手下留情了。顾向阳挑了挑眉，看着我露出个阴森的笑容，随后他对裁判摆了摆手，表示继续。2000万，2000万，我还要带你一毛。顾向阳气得火冒金星，咬咬牙又继续说4000万。随着下的赌注越来越大，顾柔在旁边也不由得紧张了起来，好像这么拖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。那我就出个9000万吧。我此话一出，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。顾柔气鼓鼓地对我嚷嚷：萧贱人，这是在下赌注，不是你随便耍嘴皮子说说就行。你别以为说了就行，你得真的拿出这么多钱。我扬了扬手中的支票，你确定这是一张真的9000万支票吗？900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要是发现你在赌局上作假，你可这辈子都要吃牢饭了哦。顾向阳抢过支票，对着我质问：顾总说的对，我们就现在找人来现场验一下这支票的真伪。顾柔也马上拿起话筒，激动地对着观众们说着。看着这两人一唱一和的样子，我倒觉得有点可笑。说了这么久，你们总算说到重点上了，快点验！我敢笃定，这个女人的支票一定是假的。台下的观众情绪也变得特别激动。就在大家还在催促检验时，我走到顾柔身边，眼疾手快抢过她手里的话筒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的赌王大赛。其次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我想给大家一个重新考量立场的宝贵机会。观众们听到我说这话，都气愤不已，有的转身当场走人，有的继续对我指指点点。你这臭丫头，真不知天高地厚，你说话怎么就这么难听呢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还想恐吓我们吗？信不信我们一个电话，让你乞丐都做不了？我也知道，我刚刚的一番发言，就相当于是把他们的自尊心按在地上摩擦。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，我估计已经被千刀万剐了吧。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个赌王大赛还是我背后策划的呢。顾柔看到大家都跟我过不去，又是一脸幸灾乐祸。萧琴琴，你看看你多遭人嫌，你就不要再继续演戏了，赶紧滚出去吧。没有了向阳哥哥和顾家，你啥也不是，你的支票也只是个空头支票而已。我挑了挑眉，不以为然看向他。哦，你怎么就这么笃定是个空头支票呢？你还在嘴硬什么？你的钱，你浑身上下哪个东西花的不是向阳的哥哥的钱？就连这个赌王大赛，没有向阳哥哥带你，你能进来吗？顾柔气得叉腰，对着我就是噼里啪啦的输出。萧琴琴，你有几斤几两，我还不清楚吗？我劝你赶紧认输离开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老公和小三联合，公然和我这个正妻为敌，
还真的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啊！本来我还想看在顾向阳救过我母亲的份上手下留情的，看来现在是不需要了。让顾氏东山再起，也可以把他踩到谷底，但就这样惩罚他们，要太便宜他们了吧？我得让他们尝一下掉入万丈深渊是什么滋味。看着眼前还在嚣张跋扈的两人，我心里不由得开始同情起他们两个了。不过也是，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得罪我的下场会有多惨。我脸上毫无表情，只是继续抿了口咖啡，才发现咖啡见底了。来人哦，给我再倒杯咖啡。顾柔再也不掩饰了，直接走过来，把我桌子上的咖啡杯摔到地上。萧琴琴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心情喝咖啡？随后顾柔就假装无奈地开口，既然你拿不出钱，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保安啊，快过来，这个女人在赌场上捣乱造假，快点把她抓起来送去警察局。经顾柔这么一喊，10几个保安一下子就冲到了我面前，那架势仿佛下一秒就要把我带走。我依旧一脸淡定，顾柔，你现在是蛮不讲理，想直接动粗了。我话音刚落，顾柔哈哈大笑起来，什么蛮不讲理？你拿不出钱，支票是假的，把你赶出去送去警察局都是便宜你的，要不是念在你和向阳哥哥曾经夫妻一场，早就让人先把你打残了。顾柔看到保安还迟迟没动手哦，马上命令道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动手啊！就在那10几个保安都向我走过来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躁动。我的天，他怎么来了？大家都匆匆给那个衣着高贵的女士让开了一条路。那女士踩着匆忙的步伐走了进来。妈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蒋芳直接忽略儿子，快步走到我的面前，看到我周围的保安一副即将要把我抓起来的样子，马上怒气冲冲道，你们干嘛？还不快给让开！保安们纷纷后退。蒋芳一脸紧张地上下检查我有没有受伤。琴琴，你还好吧？蒋芳还想伸手来摸我的额头，我躲开了。我对她礼貌笑笑，顾夫人，谢谢您的关心，不过我现在跟你们顾家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我和顾向阳要离婚了。我话还没说完，蒋芳就吓得手下的挎包都掉在了地上。她转身狠狠地瞪了一眼顾柔和顾向阳，一下子就猜到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。他有点紧张地咽了咽口气，看向我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最后他想了想，阴沉着脸大喊，顾向阳，你快给我死过来！经蒋芳这么一大喊，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，现场的人都投来疑惑的目光，他们想不明白顾氏夫人为何会突然大发雷霆。下一秒，蒋芳就一巴掌狠狠打到顾向阳脸上，谁准许你和琴琴离婚的？你知道你做了什么蠢事吗？不等蒋芳说完，顾柔着急地上前打断，阿姨，你别打向阳哥哥！蒋芳更加气愤，更用力地又打了顾柔一个耳光。顾柔一下子就委屈得要哭了。刚刚被打懵的顾向阳突然反应过来，心疼地护着顾柔，妈，我和柔柔是真心相爱的，所以我一定要和那个贱女人离婚。凭我们顾氏集团现在的实力，离个婚也是小事一桩，而且我和柔柔也没有血缘关系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现在观众都变成吃瓜群众，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一切。蒋芳看到顾向阳这没出息的样子，气急败坏，推开顾柔，恨铁不成钢，揪住顾向阳的耳朵，马上给我跪下认错。顾向阳有点受不了母亲这么大惊小怪，妈，你有必要这样吗？不就是离个婚吗？蒋芳气得更加用力揪他耳朵，铿锵有力开口，
能娶到琴琴是你三生修来的福气，也是我们家族梦寐以求的福气。今天如果不是我来了，可能我们顾家都要玩完了。顾向阳还是觉得蒋芳在小题大做。妈，你是不是傻了？萧琴琴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而已，她能做得了什么？更加不会对我们顾家有任何影响。所以这婚，我想什么时候离不行。凭借我们顾家现在的局势，我和柔柔在一起，不会有人敢说我们的。现场的人听到顾向阳振振有词的话语，都纷纷附和认可。大家都觉得是蒋芳做错了，但实际上是他在做最后的挣扎。既然事情都进行到这一步了，那我决定暂时先退到一边坐下，慢慢欣赏他们接下来的操作。蒋芳现在也是在狗急跳墙，气得满脸红胀。蒋芳强势逼着顾向阳下跪。顾向阳，如果你还把我当作母亲，还想继续做顾氏集团的继承人的话，那就马上对琴琴磕头认错。如果不肯原谅你，我就把你逐出顾氏。蒋芳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浑身都在颤抖。同样也惊呆了被他强迫按着跪在地上的顾向阳，他开始陷入挣扎了。他没想到母亲的反对会激烈到这种地步，母亲以及顾氏的背后的荣华富贵和一个貌美如花的继妹，他开始有点后悔了。看到顾向阳有点要退缩的样子，顾柔连忙上前，也对着蒋芳跪了下来，泪眼汪汪，楚楚可怜开口：妈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和向阳哥哥已经相爱多年了，求你不要棒打鸳鸯。看到顾向阳和顾柔并肩作战，一副恩爱情侣的模样，我忍不住开口：你们还真的是天生一对。如果你们知道你们这样会让顾氏集团一无所有的话，还要继续这样吗？我刚刚说完，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，好像我在痴人说梦话。顾向阳也是一副等着看我好戏的样子。萧琴琴，你这么能吹，你咋就不上天？我们顾家这么有势力，还有怕萧琴琴这个臭娘们吗？今天我就要跟这个八婆离婚，你们谁也拦不住我。我看向此时还气愤得像一个头牛的顾向阳，语气云淡风轻：你的意思是，你从头到尾都在演戏骗我的是吧？虽然我表面不管公司的事情，但是每次公司重大状况，我都在背后出了不少力的。顾向阳现在真的太过分了，我不给他点颜色瞧瞧是不行的了。是那又怎么样？你这个贱女人，你觉得我凭什么要娶你？现在顾氏集团是我说了算，我说离婚就一定要离婚。我歪了下脑袋，冷冰冰地开口：顾向阳，你很快就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了。蒋芳听到这话，吓得两腿发软，差点摔倒在地上。蒋芳变得慌张不已，跌跌撞撞向我走过来，我却对他摆了摆，意示他不要过来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顾向阳，我可以答应你离婚，但是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你想要什么？钱还是房子？我都会尽量满足你。我摆了摆手指，我希望你可以记住，离婚后别后悔，不要哭着求我复婚。顾向阳觉得我在欲擒故纵，表情更是不屑。我要是后悔，我就不得好死。看到你都下跪，满意了没？看到他这么无所谓的态度，我对顾家的唯一好感也荡然无存了。你不要自作多情了，我才不会对你这种渣男有任何留恋。别说我没有提醒你，你这个行为将会连累整个顾家走向万劫不复之地。本来还想看在他母亲曾为我奶奶捐过骨髓的情分上，不想把事情做得这么绝的，但奈何对方实在欺人太甚，那自己也不用手下留情了，真可笑。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德行，这个不会有人会看下你的。
顾向阳语气是满是嫌弃，眼看着他还想继续吐槽下去，我却抬手打断了他的话。好了，我现在不想听你废话了，你们就睁大眼睛好好瞧一下接下来的事情。蒋芳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手忙脚乱向我走过来，因为过于着急，差点就整个人扑倒了。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警告他不能轻举妄动，更不能主动暴露我的身份。顾向阳再次把离婚协议书递到我的面前，你赶紧签字吧，其他的事情我都办妥了。我看着眼前的文件，扯了下嘴角，看来顾向阳准备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所以才会这么周全。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响啊！从一开始背着我和顾柔眉来眼去独宠他，到当着我的面在赌场上为他豪掷千金，到现在要直接当众和我离婚，想让我成为一个弃妇。过去终究还是我太纵容顾向阳了，不过没事，今天我要他连本带利10倍奉还，我要他等下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爽快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，蒋芳眼睁睁地看我签字，紧张得浑身冒汗，身体一软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，嘴里绝望地嘀咕着：完了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我签完字后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，顾向阳看到我笑得这么灿烂，一脸不爽。萧琴琴，你笑成这样，是不是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我想笑就笑，你管不着，而且等下就会有好戏看了，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看到我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，顾向阳很是不悦，对着我警告道：别以为这样就可以挽救我，我不吃你这招。顾向阳说着就马上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了，随后抬头一脸得意看向我，就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我倒是松了一口气，终于再也不用跟这个男人扯上关系了。字签完了，你死定了，我知道你拿不出9000万的，你就等着吃牢饭吧。顾向阳把笔甩到桌上，我淡定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，让这里的负责人在3分钟之内出来见我。我刚挂断电话，在场的人就哄堂大笑起来，想必是他们个个都在嘲笑我，以为我自不量力。就在大家的嘲笑声中，场外传来了一阵高跟鞋的声音。听声音，那声音的主人很是着急。一个打扮艳丽、穿着旗袍的高冷女生走了进来。就在她进来的时候，大家都瞪大了双眼，诧异极了。舒小姐，她竟然是这场赌场大赛的策划者，这可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黑社会头啊！她一个女人，凭借自己的实力坐上黑社会老大，是让人钦佩不已的女强人啊！看到舒小姐，顾向阳整个人都变得有点紧张了，连忙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，恭敬走上前：舒小姐，十分欢迎您的到来，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？顾向阳迫不及待地上前拍马屁，而舒小姐直接饶过他，恭恭敬敬走到我的面前，双手交叉对我鞠躬：萧老大，请问需要我做什么？我抬头平静开口：他们说我的支票是假的，你来检验一下，证明给大家看。舒小姐回头狠狠地瞪了现场的人一眼：是谁敢说我的萧老大造假的？这支票如假包换，等等，你还是马上去给我把这支票换成现金吧，我得让写现场的这批狗腿子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。好，我马上让银行的人派人把现金送过来。此话一出，现场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们又是交头接耳谈论起来。真的是好大的口气啊，看来是真的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为什么舒小姐会叫他老大的？而且我看起来舒小姐都不敢得罪萧琴琴，难道萧琴琴真的是什么隐藏大佬？
那故事可能真的就完了。我倒是没理会大家的叽叽喳喳讨论，只是饶有兴趣地看向顾向阳。顾向阳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的吗？顾向阳现在都有点被吓懵了，感觉脑子稀里糊涂的，颤抖着身体对着我开口：你到底是谁？你不是萧琴琴吗？为什么舒小姐会这么听你的话？我刚刚准备开口，之前还瘫坐在地上的蒋方实在忍无可忍，气得走过来，拼命摇晃着顾向阳的身体。你这个逆子，你知不知道你把我们顾家都害惨了？顾向阳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我怎么会生出这么蠢的儿子？我当年可是用了半条命才让萧小姐嫁给你的，你却为了那个继妹给我把这一切都毁了，我真的好恨啊！蒋方痛心疾首地开口说着，一边说一边用力捶打着自己的胸口。你到底知不知道，3年前我们家走投无路，是萧小姐一家出手相救的，不然我们早就被仇家弄死了。蒋方这时也顾不上什么形象了，越哭越大声了。听到蒋方这么说，顾向阳再傻也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可怕的蠢事了。而顾柔在舒小姐刚进来没多久，就吓得人影都没了。大家还在诧异都没回过神来的时候，顾向阳连滚带爬跪在我的面前，紧紧抓着我的大腿。老婆大人，我刚刚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所以才会跟你离婚的。我错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想怎么惩罚我都行，以后你说什么就什么的，我觉得不会有任何的反抗。见我无动于衷，顾向阳又是夸张的自己扇起自己巴掌。我打我这张嘴，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鬼话？琴琴，如果你不原谅我，我就一直打我自己，直到你原谅我为止。直到现在，顾向阳还是不死心地玩起了苦肉计。不过不得说，顾向阳对自己下手可真狠啊！不一会儿，他的脸上就露出了红肿清晰可见的巴掌印，现场的人都吓得不敢呼吸了，个个面露恐惧之色。毕竟他们刚刚也说了我不少坏话，还跟我站对立面，大家没人敢吭声。现在倒只剩下了顾向阳自己打自己的巴掌声和蒋方痛苦的抽泣声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才刚刚接手顾氏集团，不能就这么没了。顾向阳哭的那叫一个狼狈，我心里很是嫌弃。我退后几步，和他保持拒绝，冷冰冰的开口：现在认错求饶，晚了。顾向阳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别忘了刚刚可是你一直咄咄逼人，让我签字跟我划清界限的。顾向阳痛恨自己的无知，沉默痛苦。蒋方也不敢多说什么了，他惭愧地低下头，毕竟自己的这一切都是顾向阳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其他人。现场鸦雀无声，大家都想知道顾向阳和蒋方接下来会有什么下场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对着蒋方开口：你以后就带着你的儿子离开东城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们。不！蒋方又是一阵痛苦的哭喊，他跪在我面前，泪流满面。萧小姐，求求你看在我们过去的份上，原谅我们这一次好不好？或者我以后就在你们萧家做你们的奴隶行不行？蒋方卑微地向我求饶，这样的样子真的狼狈又可怜。顾向阳更是按捺不住，激动地大喊起来：萧琴琴，你不能这么赶尽杀绝！我承认我们感情是不好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过分，而且我妈可是把骨髓捐给你奶奶了，救了你奶奶一命，是你们的恩人。你现在就是在恩将仇报，欺人太甚。顾向阳现在竟然还想道德绑架我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我们萧家，你们3年前就已经死了，现在更不会在我面前像狗一样乱叫。
我们帮顾氏的已经够多了，是你不懂得珍惜。顾向阳羞愧地低下头，不敢再反驳什么了，只能懊悔无助地看向蒋方。蒋方也只能重重叹了口气，接受了命运。临走时，顾向阳还痴心妄想对我做最后的挣扎，想要和我复合，但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有感情洁癖，而且不回收渣男。2年后，我去往外地出差，一个狼狈的乞丐拿着碗向我走来，看着眼前熟悉的渣男，我心里不禁冷笑。萧琴琴，是我啊，你应该没忘记我吧？我摇摇头，抱歉，我不认识你。说着，我随手给他的碗里丢了2块硬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